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IM 交替是古典吉他中重要而且常见的指法。到底什么是 IM 交替？新手要怎么练习？为什么遇到跨弦时常常卡住弹不顺？本期的3分钟吉他小教室就来解决这些问题。重新发现吉他的美，陈老师古典吉他。在古典吉他中，右手的指法是 P-I-M-A，I 代表食指， M 代表中指。透过 I 指与 M 指轮流拨弦，会比单独使用一根手指来得更快更轻松。所以弹奏快速音阶时，老师会要你使用 IM 交替。遇到同音连奏时，老师会要你使用 IM 交替。打游戏手速不够快时，老师也会要你使用 IM 交替。玩乌龟壳的时候，在练习 IM 交替时，有几个重点是必须要注意的。首先，不能只练 I 开头的 IM 指法，也要平均的练习 M 开头的 MI 指法才行。这是因为在实际弹奏时，有时可能会有弹奏重音、附点音符以及其他各种不一样的需求。如果我们长期只习惯使用同一指来处理这些情况，就容易造成技巧上的死角。此外，使用 I 指或 M 指开头也会影响跨弦的流畅度。例如，当我们要弹奏法、嗦、拉、西时，使用 IM 会较为顺畅；但如果要弹奏哆、瑞、咪、发时，则要使用 M 开头的 MI 来运指，才能减少跨弦的失误率。其次，则是要合理控制练习的复杂度。对于没有弹过 IM 交替的新手而言，我会建议先弹奏同一弦的空弦音就好。熟练后，可以再加入重音，或是不同的节奏变化。之后再加入跨弦练习，跨弦练习又分为一弦弹4个音，难度较高的一弦弹2个音，以及会改变每弦开头韵指的一弦弹3个音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还没有加入左手，就已经有这么多种不同层次的复杂度可以控制了。所以加入左手时，也必须有系统的进行合理的复杂度安排。例如，可以先从每个音弹奏2次开始练习，确保每个音的开头都是相同的手指。之后再改成简单的半音阶或爬格子。接着是较复杂的爬格子，最后才进入较不规律的音阶实战。上述的流程顺序仅供参考，实际练习时需视个人不同状况来进行不同的安排或调整。唯一不变的大原则是必须确保低复杂度的练习熟练后，才能进入较高复杂度的练习。因为要是连较简单的空弦或跨弦练习都无法顺畅弹奏的话，再加入左手只会乱上加乱，不但会让练习效率变低、进步停滞，还可能因为频繁弹错而让手指留下错误记忆，形成不佳的练习循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不仅会容易在练习中重现错误记忆，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耐心，才能慢慢修正问题。因此，必须在有系统的练习中安排合理的弹奏顺序，才能直接找出问题点，并将练习时间花在刀口上，创造高效率的练琴方式。另外，如果已经很习惯使用节拍器的话，非常建议在练习时搭配使用。除了可以借此建立稳定的节奏之外，也能更具体的了解并记录自己的练习状况，
例如，你今天的弹奏速度是60，到了明天却突然变成120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这代表你的节拍器坏掉了，可以再买一个新的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要为了速度而练习。在音乐的表现上，有许多更重要的重点，包括音色的品质、时值的平均度、不同的发声法、力度与音色的一致性、强弱与音色变化的控制能力等等。如果为了速度而牺牲上述要点，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最后，有人曾问过陈老师，为什么只用 IM 2指弹快速音阶？如果使用 AMI 3指来弹，不是可以弹得更快更轻松吗？其实光是使用 IM 2指，再搭配跨弦以及左手的各种运指变化，就已经相当复杂了。另外也会牵涉到触弦角度以及右手摆放姿势的问题。所以使用 AMI 3指弹音阶这一件事情，很显然是可以的。AMI 3指的运指规律较为复杂，建议先打好 IM 2指交替的基础。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做一期影片来聊聊 AMI 的运用以及练习方式吧。希望这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。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本期的3分钟吉他小教室就来解决这些问题。老师，您要不要先看看这一期的影片长度是几分钟？3分钟啊？可能我数学不太好，可以检讨一下为什么是3分钟吗？在古典吉他的学习中，正确认识数字是相当重要的，这关系到我们能否迅速准确地辨认指法与弦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学习数字的念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3、8、9，所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3、8、9。大家都学起来了吗？本期的3分钟吉他小教室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。